这是一部让硬汉都会心动的纯爱剧，也是2024年最高还原的漫画改编日剧。这些看似平常的校园小事，竟能让诸多硬汉心砰砰直跳。西片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是个有点问题的学生，总是被旁边的女生恶作剧当众出洋相。他决定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只需把装了弹簧的纸人藏进文具盒，然后找机会让高木同学打开它，他就会在班里尖叫起来。想到这，西片赶快收起笑容。就在他要递过文具盒的那一刻，发现高木同学皱着眉头，原来他的铅笔盒似乎变形了。高木同学请求西片帮忙开一下，西片二话没说就接过来了。一打开，几张纸片弹了出来，西片又一次被整得很惨。安静点，西片。这时高木同学又说话了，他想借西片的橡皮擦。西片一开始不太相信，也不会为了一块橡皮擦受人愚弄吧。可转眼间高木就开始讲个故事，说把喜欢人的名字写在橡皮上，用到最后那人也会喜欢上你。西片正想说这太儿戏了，却看到高木拆开橡皮擦的包装，表情还挺古怪的。而西片原本坚称自己没写，渐渐觉得可能只是同学恶搞，他有些心虚，从高木那要回橡皮，急忙撕开包装，看到那块白净的橡皮，西片不甘心，反过来看，依然一无所获。直到此时他才明白又被狡猾的高木同学戏弄了。这时高木举手要去洗手间，西片盯着他桌上的橡皮擦，脸上浮现笑容，只需在高木橡皮上留下名字，等他厕所回来就能捉弄他。西片趁教课时偷拿橡皮，但掀开外壳看到似乎有字，是高木早写的注意走廊。西片下意识回头，只见高木正站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显然这次又被耍了。高木捂着肚子回座位，重手把自己的橡皮擦拿回去了，发现西片真的超有趣。西片一心想着怎么反击，不知不觉错过了一个机会。放学两人一起走回家，在那条熟悉的小路上，高木突然问西片放学后干啥。西片说可能会去跑步。有一天他一口气跑到多田海岸去了。当谈到自己擅长的东西时，西片的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，但高木同学似乎不太相信。两人告别时，西片越想越不爽，于是他做出了决定一个人跑到海边，还要拍照给高木同学看证明。这孩子一想到就要立刻去做，换上衣服后就急匆匆地出门了。一想到高木同学看照片的反应，西片就精神了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海边，正好赶上黄昏，夕阳正挂在山顶，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。金色阳光在海面洒下，仿佛给波浪披上一层闪闪发光的盔甲。西边的景色让人惊叹，才躺下想稍息，突然想起还得发照片给高木同学，于是迅速拿出手机，在海边拍了一堆照片，选了一张最好的发了过去。不一会就收到了回复，高木只回了一句夕阳真美。高木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两人一起坐在沙滩上，高木还带了瓶水给西片。西片拧开饮料喝了一口，冰冷的感觉舒缓了他的燥热。高木同学说他很高兴，有人跑那么远只为传张照给他。西片的小动机被揭露，但他还是强撑着不肯承认，只说是来拍摄夕阳的。找到了借口，西片稍微镇定了一些。没料到高木同学接下来的话又让他紧张起来。我们俩真像一对恋人啊，当真？看你脸红了。才没有呢，因为夕阳映的。西片心里偷乐。高木同学装作没事拿了瓶水，他打开盖子喝了口，喝完还给西片，然后调皮地问旁边的男生不喝点吗？西片有点害羞，不知怎的嘴巴干得很，却硬是说现在不渴。高木在回家时邀他一同骑车，西片条件反射地拒绝了，说罢就跨上自行车要走。他默默地数到3秒，西片终于赶上了，非要载着高木同学回家。他们两个沿海边公路慢慢骑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最终影子竟重叠在一起。西片突然感觉心情特别轻松愉快，明明身后是经常捉弄他的高木同学，但此刻的晚风格外的甜美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西片自己也说不清。从和高木同学成为同桌的那一刻起，西片得格外小心了，因为这个长相一般的女孩特别爱逗他。那天高木同学少见的决定走路，西片好奇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不骑车，高木同学就说想和他一起牵手走去学校。简单的一句话直接让西片笑傻了，他一慌就向高木同学挑了战，说如果猜到了原因就要让高木同学认输。这次西片自信满满地说，因为他记得很清楚，昨天放学时高木提过他的刹车似乎坏了。这时高木同学点头同意，但他又加了个条件，如果西片答错就算他输。听到这，西片马上收回了话，这表示他只有一次机会回答。高木同学还真是机关算尽啊。到了岔路口时，高木建议走楼梯，西片一愣，马上想起骑车来的话，就没法走这楼梯了。等等，
如果这是高木的计谋呢？看着他蹦跳的身影，西片心想还好。跟着他上楼梯的时候，看到高木同学弯腰逗猫，这或许是他没骑车的原因。想到这，西片下定决心，决定说出他心中的想法。因为你的刹车坏了。正确答案是，我想见你吃瘪的样子。听完这话，西片一脸怀疑，这不就意味着比赛一开始就输了吗？高木同学还趁机又捅了一刀，说他有2种答案，但西片一个都没猜对。西片疑惑地询问第2个理由，但高木同学已经走开了。为了翻盘的希望，面片趁着课间到厕所练习鬼脸，为了上课时捉弄高木同学。练了2分半之后，西片满心信心回到座位，假装听讲，终于抓到机会和高木同学说话了。他立刻转头做了个鬼脸，没料到高木同学竟然淡定地掏出一面镜子。这下轮到西片尴尬，吃了失败的西片心情不好，可高木同学却兴奋起来，开始教身边这个呆呆的男孩一些技巧，比如做一个鬼脸，就得利用好你的眉毛。谈到喜欢的东西，西片马上精神振奋，开始全神贯注地向高木同学学习。高木同学想看看西片侧面的鬼脸，西片立刻转过头去，看我的侧脸吧。连老师看到那个鬼脸也忍不住笑出声。西片心里想，笑了就别怪我啊。结果紧接着就挨了老师一顿大吼，他赶快起身道歉，然后像败阵的公鸡一样灰溜溜坐下。偏偏这时候高木还在和他聊天，西片刚想拒绝，看到高木的笑容，心情立刻亮堂了起来。西片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打断了，高木同学对他做了个鬼脸。那脸是什么？喂，西片，抱歉。西片可怜的被人逗得拍手大笑，因被高木同学捉弄，想平复心情，下课他就去找男生比手腕，结果一个个都轻松打败他。看到这情景的高木同学眼里满是笑意，他甚至站起来说想和西片一起玩。西片自然没有拒绝，即便他不太强，也不会输给女生的手腕。等到高木同学坐到面前，西片才觉得有些不对头，他甚至不敢和桌友的女生对视，连手放都犹豫了好一阵。很快比赛开始了，西片立刻用力，手腕倾斜角度越大，少年笑得越开心。看来高木同学也有败绩的时候。此时一个男生突然插话，问高木刚是不是有话想说。西片和我正在牵手。高木同学赢了，太棒了。因为经常在课上捣乱，放学后西片被老师留下打扫实验室，他嘴里嘀咕着只有自己一个人挨罚，但拿工具的步伐却丝毫未停，刚一打开柜门就惊得跳了起来。高木同学竟然从里头弹出来，他也受罚了。西片的疑惑未得到解答，因为高木已经递过来一把扫把，笑着说快点清理好一起回家。结束打扫关门时，西片故意问得很煞有其事。高木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？不能再恶作剧了，否则老师还会惩罚你的。但高木同学却说没人让他来扫地。西片有点傻眼，那他干嘛会在这里呢？难道特地来柜子里捉弄我？肯定是的。高木同学真是满脑子鬼点子啊，这不是已经给你第2个提示了吗？没关系，新分入的班级让西片每日都心惊胆战，这都怪他的桌友高木，时时刻刻都想捉弄他。在周4的午休，2人被老师分派到图书馆值班，觉得有点无聊，高木便提出来玩个小游戏，互选一本书给对方。在交换的时候，西片竟然大吃一惊，因为高木同学拿来了他最爱的恐龙百科。西片回想起刚才高木同学躲在书架后向他招手，肯定是那时注意到了自己的兴趣。他接过了恐龙百科，把自己手上随便选的言情小说递给他。那本书是他在书架上随手抓的。此时图书馆突然变得很安静，西片偷偷观察着旁边的女孩，他意识到不捉弄他的高木同学也挺可爱的。忽然女孩转过头来，眼神相遇，西片立刻吓了一跳。高木同学的眼里满是笑意，开口就问西片是不是在偷瞄。西片自然不会承认，只好说现在没人。正想着怎么回应高木同学的恶作剧，话音未落，他低头翻书，但下一秒就听到耳边的声音，那句话让西片心跳加速，我喜欢你。那双真挚的眼睛，田中的橙汁掉了。直到高木继续读书，西片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是书上的内容啊。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他心里却有些失落。自从高木同学捉弄他起，西片每晚都坚持做俯卧撑，每次被捉弄就做5个。今天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回家的路上，一共被捉弄了12次，所以至少得做60个俯卧撑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西片决心明天起要精神100倍，时刻保持警觉。不过他每天都这么说。第2天是周6，不用上学。一大早，西片就跑到书店，他四处张望，确认没人后，才抓起一本少女漫画，迅速跑到柜台去付账。买到心仪的漫画后，西片兴奋不已，连班上的严大同悄悄来到他身边都没注意到。
直到女孩打招呼，他下意识把漫画藏到身后，怕别人发现自己在看少女漫画，多尴尬啊！但上木同学说他已经看见了，还要求西片把赠送的卡片拿出来。西片只好顺从，卡片上画着男女主角，高木同学很中意，于是询问西片能否把卡片给他。西片嘟囔一声不行，就闪人了。高木同学突然说，昨晚电视动画的主题曲换了，两人便开始聊这新歌。不料因为歌词的理解不一致，意见分歧了。高木同学笑眯眯地看着西片，提出一起去找个地方听听。海滩上夏日浪花连连，阳光下的海风让人陶醉。看海后，他们俩坐在小码头的台阶上，肩并肩。高木递给西片耳机，西片有点害羞，问为什么不用扬声器。高木笑说耳机更清晰，而且海浪声很大。难道西片害羞了吗？西片没得辩解，只好接过耳机。音乐很快开始，西片专心听歌，因为和高树同学太近了，他心跳加速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于是只好闭上眼。西片，你太投入了，听得太认真可不行。你不听吗？马上要合唱了。什么？节奏被高木搅乱了。正巧歌曲又回到开头，所以他们只好再次耐心找那句歌词。西片认为这定是因为答案正确，所以高木才一直敲打盆子。这次他得认真听，不能有任何干扰。看来我猜对了，我一直误会了。西片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原来搞错的是我自己，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高木同学还一直笑眯眯的，还邀请西片再听一次这歌。西片急忙戴上耳机，高木按下播放的一刻，愉快的音乐立刻四周播放。等等，不对！西片赶快摘下耳机，发现音乐依然能听见。高木同学又在搞他了，怎么了？看到西片脸红，高木同学就不再逗他，催他快点戴上耳机。西片不停地躲避，高木直接帮他戴上耳机，他躲他追，两人在盛夏海滩上嬉戏。西片有点迷糊，明明是他在被追，怎么心里还甜甜的呢？就像在炎热天里喝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，酸甜可口，回味悠长。抱歉，我选之前没仔细看，不，还挺好看的，但我不建议你看。我给你念的那些其实是我编的。你说啥？无视。雪夜里，一位曼妙的女圣诞老人越窗而入，只为给睡梦中的男生带来礼物。但就在此刻，男生忽然睁眼大笑。尽管这位母亲打扮得如此逼真，他依旧秒认出是总爱捉弄他的高木同学。女孩平静地摘下假胡子，忽略肆虐的西片，转过身把礼物递过去。西片还想问输给高木什么滋味，可突然河里跳出个恐龙，美梦瞬间成了噩梦。被惊醒的西片舒了口气，但很快又气坏了，怎么连梦里都被高木捉弄？一到学校，西片就被叫去图书馆值班，值班搭档居然是高木同学。高木同学坐下后就一直在编织，西片随口一问，就被拉来体验一番。他仔细观察旁边女孩的手法，然后笨手笨脚地尝试着编织。但天赋这东西真的很关键，西片怎么学也学不会。高木同学看不下去了，就主动过来，亲自手把手教这个笨笨的男生。西片心里小鹿乱撞，这也离得太近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推开高木同学说：“这太难不学了。”看高木同学织东西的样子，他忍不住又说话了。没想到听到了惊人的话，这其实是份礼物，是给一个15岁的男孩子的礼物啊！希望他能喜欢。西片突然吃醋了，高木为啥要给别人织围巾呢？看到西片那张脸，高木暗自窃笑，等了一会儿才拿过手机来，指着里面的小狗说：“这就是那个15岁的男孩。”西片听了解释，嘴角露出一丝难掩的笑容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是学期的最后一天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西片突感依依不舍。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高木同学总是在学校里捉弄我，直到他渐渐走远，西片才追上去叫住他。他提议，不如来场今年的终极挑战吧。二木毫不犹豫就接受了。比赛的规则是让对方高兴就能赢。西片心里盘算着，只需一直装作不高兴，最后他肯定能赢。这次高木同学终于要输了吧？一场比赛输得特别惨，两人约好半小时后在山顶的神社见。分手后，西片立刻捡了2个松果，其实想直接给高木的，但感觉这样似乎不太好。要是高木生气了怎么办？该如何让他高兴呢？想到这里，西片脑海中浮现自己被高木捉弄的场景，女孩的笑容令他心情舒畅，不妨给高木同学准备一张捉弄日券。但写完这张券后，西片摇头擦掉了，感觉没这券也会被整。他背着书包去了糖果店，打算用仅有的钱给高木选一份礼物。不料在店里碰到了惊喜。高木同学，知道你想让我开心的送个礼物，但又手头紧，
所以选了这家便宜的店买果汁或糖果给我，对吗？那一瞬间，西片有点愣住了。平时被高木捉弄也就罢了，怎么连想法都被他看穿了呢？俩人买完东西，来到了神社的台阶上。高木拿出一份用红袜子包的零食，轻声祝西片圣诞快乐。西片接过东西时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下一秒，他的表情有点得意。他递给高木同学一个装满零食的塑料袋，没想到高木同学竟然很喜欢，还夸奖西片记得他最爱的果汁。西片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提出今天比赛就算平吧。收到高木的圣诞礼物，他顿时变得非常高兴。问到西片许了啥愿时，他紧闭嘴巴，这是秘密呢。可高木同学一猜就中，猜出了西片的愿望，这让西片很难过，觉得高木是他的天敌。他们俩到了个摊位前，西片不服气地提出抽签，然后比比看谁抽签更走运，结果让人更加头大。高木同学的运气比自己好太多了，面对输赢淡然的西片，只好请他喝甜酒。直到坐下休息的时候，他还是禁不住去猜高木的愿望。高木同学旁边摇头含笑，调侃说：“今天似乎到处都是家人和恋人，我在想，会误会我们是情侣吗？”西片一听就愣住了。这时候，女孩的手机响了，打破了尴尬。原来是她妈妈打来，让她回家。高木同学起身准备走，但西片也站起来拦住他。他只是不舍得和他分开。西片有点磕巴地说：“明年一定要赢过高木同学。”然后两人约定明年再见面。高木同学离开时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，因为他刚许的愿望，不知不觉就实现了。其实，我希望你能约我出去，最好你也这么想。肯定是假的，你又在戏弄我。希望我们能一起来，今年也请多指教了。原来真正的青春是校园时光呢。自从和高木成了同桌，西片体验了人生中最闪亮的时刻，不只是在课堂上被逗乐，连课外时间，高木也常找他玩耍。西片只好通过和同学们比手腕来减压，而高木同学看着这一切。下课后回家路上，高木突然提起这事，没想到西片今天力气这么大，明明以前都不是他对手。西片洋洋得意，说自己每晚都在锻炼身体，但高木随口一句：“俯卧撑练得不错嘛，我可都知道你的小秘密。”西片顿时愣住了，还没想通高木怎么知道，就打了个喷嚏。高木对这个调皮但挺上心，还告诉他班上的女生都以为我们在谈恋爱。西片心里暗喜，然后又故作苦恼的样子。但高木一问他介意别人这么说吗？西片急忙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只是我们确实没在一起。”说完，他心虚地瞥了高木一眼，没料到高木同学接下来的话，让西片立马心乱如麻。“我们可以交往吗？”西片只好通过打喷嚏来减少尴尬，没想到高木同学直接伸手摸他的额头，关心地说：“西片，你额头真烫，脸也红透了。”西片随口说：“可能是感冒了。”他刚说完，旁边的高木同学就打了个喷嚏。西片正要表达关心，高木就把他手拉到自己的额头上。西片这种情况没见过，小声说挺烫的，然后把手收回来了。看来今晚要多做一组俯卧撑。一转眼，毕业典礼那天到了，西片在洗手间碰到了同学，没想到竟然听说了一件事：高木同学3月底要搬家了，届时可能会转学。西片愣神好一阵，首先想到的是为何自己不知情，没给他时间思考。毕业演唱会很快就开始了，在礼堂唱歌时，西片完全无心表演，一边唱歌一边偷瞄高木同学。熬过了演出真不容易，老师让他俩把凳子搬回去。趁着这个独处机会，西片终于鼓起勇气问高木同学是否要离开。这次高木大方地说，其实他也非常不舍，所以没勇气告诉西片，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，他们得搬到巴黎去了。每次提到法国巴黎，西片都以为高木在捉弄他，但高木这次说希望只是玩笑。没多久，老师在课上提起这事，直到那一刻，西片才不得不承认，高木不久将离开这个小岛。他心神不宁，老师在讲台上讲了好久，西片才慌忙地从书桌抽出课本。他找到了，却犹豫要不要拿出来。“你是不是忘记带了？我们把桌子拼一下吧。”西片默默地又把课本塞回去。他和高木一起看同一本书，这成了那少年最后的坚持。放学时候突然下了大雨，高木在檐下望着雨，直到西片举着伞走来，他才烦恼地说忘带伞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和西片一起走。西片自然是愿意的，然后两人一起撑伞走在雨中。少年始终把伞往女孩那儿偏，甚至没发觉自己肩膀都湿了。高木同学说这样不好，万一感冒就麻烦了。他这么一说，就向西片靠拢了些。犹豫了一会儿后，西片主动叫了一声高木同学，他想问为什么搬家的事，没先告诉他，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。他们毕竟只是同学，觉得要求高木先通知自己似乎也不合适，于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没事。
高木同学说自己很爱雨天，喜欢雨打在伞上的声音，还有雨后泥土的味道。他说完就闭眼站着体会感受。西片望着他漂亮的侧脸，也闭上了眼，默默在心里决定了，绝不能让高木同学看到自己伤心的样子。无论如何，他要赢一次。只是不确定多年后，回忆起与他的共处时光，这些青春的记忆会不会变得模糊？因为有你，幸运地获得幸福，我们一同前行。回望往事，1年之后，记忆依然清晰。从此刻到永远，直到相处融洽的女童说要转学，男生才真正感到害怕。如果以后没有人逗自己，该怎么办？一大早来到教室，西片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似乎预示着高木同学不在的日子。正当他发呆时，一个女孩笑眯眯地出现在座位上，她那清亮如黄鹂的声音向他说早安。西片迷糊地回应后，突然以为自己看见了幻影，但同时座位上的高木同学笑了起来。原来西片记错了人，今天才是那女孩在学校的最后一天。他正要过去跟她说话，几个女生推门进来了，西片只好把心里的话咽下。随着上课铃声即将响起，越来越多的同学向高木打招呼。西片趴在桌上，呆呆地看着高木的侧脸，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他俩会是怎样。课间，西片跑去办公室提交资料，临走时，老师突然叫住了他，问为何整早上都愁眉不展，是不是因为高木要转学的缘故？西片装作漠不关心地回答没事，但老师毕竟经验丰富，他把西片叫到身边，打趣地问他是不是爱上了谁。西片困惑地说不清楚。老师沉思片刻，便告诉西片，若非常想念某人，想听到他的声音，和他在一起真开心，这就是喜欢的感觉。看完西片后立刻想到了高木同学，他害羞地说可能吧。老师敏感地感觉到了点什么，笑说年轻的爱情真美好，尽管去烦恼吧，去享受这份烦恼吧。快放学时，老师叫我们班集体照留念，是因为高木同学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我们班，可西片那家伙偏偏躲到角落，老师让他靠近些，他还显得有点害羞。说到情感世界，总需要点帮助。见西片局促不安，好心的老师直接将他拉到前面，恰好站在高木同学旁边。随着相机定时的滴答声响起，4万和高木同学的第一张合照终于诞生。放学前，两人一起走回家。高木同学领着西片爬到山顶，这里有座小神社，站在神社旁可以远眺大海。高木说想在离开前和西片一起欣赏这里的风景，因为如果和心爱的人一起来，最终就能成为一对。从山脚到这儿共45级台阶，听起来象征着美好的恋情。这么说啊，哎，怎么了？他这意思是啥？刚才在想我吗？想我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我可老想着你了。不给西片思考的机会，高木同学又提问了。西片更希望他搬走，以后就不会再捉弄他了，还想留在这儿。但这样的话，西片你就得让我一直捉弄。女孩提问后声音微颤，少年毅然选择了捉弄的那个选项。这才是你反击的机会。对，终有一天我要来个大逆转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高木同学最终还是走了。新学期的开学日，西片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去学校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接电话听到了高木发来的早安。听后西片笑着回了一句，俩人便默默无言。高木说要给西片惊喜，就挂了电话。西片一头雾水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只好赶紧收拾书包上学。新学期他进了3班，确认班级时，旁边一个清晰的女生说她也在这班。咱们又是同班同学了。西片下意识回头看去，喜气洋洋的女孩是谁？不是高木同学还能是谁？高木同学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他不是转到巴黎去了吗？高木同学开心地说请多指教，原来他爸爸的公司搬迁延期了，因此这学期他还会继续来上课。课间时分，他走到阳台找西片，问他这算不算个惊喜。西片真的挺高兴的，但一想到高木又要捉弄他的表情立刻苦成瓜。谢谢你今早打电话给我，难道你想听我声音？感觉就像我们像情侣似的。啥？上课时高木同学的橡皮不慎掉地上了，西片看到就帮他捡了起来。不过在还给他的时候，高木同学忽然讲起上次的故事，如果在橡皮擦背后写下心仪的人的名字，用完后那人就会喜欢你。西片一愣，马上扯掉橡皮擦的套子，门上贴了个看走廊的标签，可能是高木之前捉弄我的手笔。高木说有些事可能已经变真了，毕竟这橡皮擦两面都能用来写。西片听后心跳加速，难不成高木在反面写了我的名字？急忙把橡皮擦翻过来看，结果背面什么也没有，空无一物。你还以为背面会有你的名字吗？这橡皮擦不是上次那个，上次那个应该用完了。转眼3个月后已是暑假，最终还是到了和高木同学告别的日子。大家都来到了码头，向渡轮上的高木同学挥手告别。
虽然西片很不舍，但他明白，两人只是暂时分开，如果将来能再见面，一定要让高木知道，他不是谁都能随便捉弄的。